今天是被大家催了很久的蒸烤箱和微蒸烤箱的对比，公平起见，我是选了同品牌的这3台。左边这台蒸烤箱，相信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一定非常熟悉，我用了2年多，所以性能是比较了解的。右边这2台是他们家新出的微蒸烤炸一体机。现在微蒸烤炸一体机真的很火，可能因为大部分家庭厨房都不是很大，但微波炉、蒸箱、烤箱、空气炸锅基本都是现在标配了。每个都单独一个的话，差不多要占用的空间就像我现在这样，真的又乱又占地方。如果全部都集成到一个机器里，就很省空间，特别适合小户型。空间肯定是省了，但功能是不是都好用呢？这2台我都试用了差不多1个月，做了大量测试，时长关系，测试过程我就不一一展开了，直接说结论，希望对大家的选购有帮助。微蒸烤炸相比蒸烤箱主要区别是多了微波功能。微波大家都知道最大的特点是快，所以特别适合上班工作比较忙，追求快速烹饪的人。这2台都是900瓦变频微波，档位分的还是蛮细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对应的瓦数。像早上热一杯冷藏拿出的150毫升的牛奶，900瓦1分钟就可以到60度，差不多正好可以喝的温度。而用蒸烤箱同样的牛奶纯蒸5分钟，大概是到50度左右。因为多了微波功能，就又多了很多微波复合功能，比如微波加蒸汽，我觉得这个组合特别好，完美解决了微波加热出来口感偏干硬的问题。我试了用这个去加热冷冻馒头和冷冻米饭，跟纯蒸出来的口感差不多，但是时间相比纯蒸却大大缩短了。微波加烤可以让食材由内到外的快速脱水脱脂，这个是真的会很干，比较适合烤肉干果干。微波加蒸加烤适合一些比较难熟但又需要快速烤好的食材，比如像烤羊排。我觉得这些复合功能也是一体机的一大优势，除了微波复合功能以外，还有我觉得很好用的蒸烤功能。它是在烤的同时带有蒸汽辅助，烤出来的肉会更加肉汁饱满，特别是烤大块食材，比如说烤鸡的时候，你完全不用担心烤出来会干柴。烤五花肉，之前我用我那台水波炉的过热水蒸气功能无意中试了次，哇塞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咬下去有爆汁的感觉。所以这次我用02这台的蒸烤功能也试了下，竟然也有差不多的口感。而且我还对比了一样的肉，蒸烤会比热风烤的更有爆汁的感觉，但烤出来的油脂是差不多的。烤红薯的效果也让我印象深刻，香甜软绵，一点都不会干。还有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复烤面包，面包外酥里软。蒸烤功能是这3台都有的，但微波复合功能是只有这2台才有，而且有点区别。01款是这样的，02是蒸烤、微蒸烤，还有一个多段叠加功能，所有功能都可以自由选择其中2个叠加使用。接下来看一下纯蒸，相比燃气蒸锅，蒸箱的速度会慢一点，毕竟蒸箱的容量更大，但是优点也是非常明显的，比如因为容量大，可以同时蒸更多东西，像我经常就饭菜一锅蒸了，省时省心。这3台都可以30秒内出蒸汽，可以预约定时，有缺水提示，不怕干烧，不用看管，箱体厚实，隔热效果好，夏天不用开明火，不怕热。密封性好，纯蒸过程中水汽不滴落，这点之前跟燃气蒸锅和电蒸锅做过对比，只有蒸箱没有水汽滴落，其他都会有滴落。然后这3台的纯蒸效果其实都还不错，毕竟功率摆在那里，目前市面上能达到这个蒸汽功率的并不常见，但差异还是有一些的。我用水来测试对比了很多次，测试结果可以看这个表格。落实到具体食材上，大家可以看下各自的效果。25分钟蒸米饭，蒸3倍水量的鸡蛋羹，12分钟蒸整颗蛋，5分钟蒸虾。然后来看一下烤的功能， K60 上下独立控温，烤管外露，但都可以翻转。这2台都是上烤管外露，下烤管隐藏。下烤管隐藏的缺点是下火可能会弱一点，但更方便清洁。上烤管外露优点是火力更有保证，但清洁比较麻烦一点，有蒸汽自清洁会稍微好一点。
我用一样的配方3台分别发酵试烤了一下面包，成品其实是差不多的，但是 K6 预热和上色的时间明显都会更长一些。原因可能是01和02功率更大，预热也更快。02还有单独的预热功能，预热完成后会有提示，所以花的时间是最短的，上色也很不错。微蒸烤箱有个普遍的缺点是门这里是网状的，很难通过门来观察里面的情况，蒸烤箱就会清晰很多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对于要求不是很高的家庭烘焙来说，这几台一体机是可以代替普通纯烤箱的，但某些方面可能需要一些适应和调整。它们3台都有背部热风，我平时用热风会比普通上下烤更多，因为速度更快，上色更均匀，可以烤肉做烘焙。空气炸其实原理也是热风，这3台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因为容量比那种小抽屉式的大很多，所以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，可以烤的东西也更多一点。我试了冷冻薯条，分别的效果大家可以看下，最后烤出来都是酥酥脆脆的。容量方面 K6 和02都是26升的，这个容量还是很适合小厨房的，双层铜针也没有问题。01是32升，用起来就更宽裕一些。然后它们的深度差异大致是这样的。内胆都是不锈钢的，安全，没有涂层，也很耐用，加上有蒸汽，肯定是比单独烤箱好清洁很多。清洁方法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底部积水其实拿一块吸水性好的抹布擦一遍就可以了。还有一些辅助功能，像做酸奶啊、发酵啊、消毒、自清洁，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。只是这2台微蒸烤是把这些都预设好了，而 K6 是需要自己手动去设置。另外 K6 和这个02都是旋钮式的，操作起来更方便。01是这种按键式的，就稍微麻烦一点。价格自然也是有差异的，根据我的体验，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，具体怎么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出发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这几天我又回到了老家，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雪平锅的清洁问题。因为最近总是有人跟我反映说自己的雪平锅好像很容易烧变色。其实不锈钢锅的话，它既好打理又有点不好打理。好打理是因为它很容易被清洁干净，不好打理是因为它很容易烧变色。今天的话，因为我老家的这个燃气灶比较特别，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那个锅底烧黑之后应该怎么清洗。像这个灶打开，它上面就是蓝光，像蓝光的话，一般不会把锅给烧黑。然后像这个灶呢，它打开之后冒的是黄光，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把锅一烧一个准，一放上去一烧就会变黑。我现在给大家试一下，像我现在这个雪平锅，它基本上是干净的，基本都是干净的。我现在加水加热一下，这个燃气它本身是有些问题的啊，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整。其实它这边就已经说了，为保证燃气灶正常燃烧和使用安全，灶具安装时橱柜门前面或者侧面应设置通风孔。然后但是我这个它是没有设置通风孔的，所以就造成缺氧，就产生了黄光，然后它也很容易熄火。具体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调整的。然后很多人家里也会有这个问题，其实如果你们的燃气灶会产生这种黄色火焰的话，就很容易把那个锅给烧黑。可能不一定像我这样这么极端啊，但是就稍微有一些黄光，一碰到这个黄光就很容易就把锅给烧黑了。我现在就是先把它烧黑，再跟大家分享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清洁。可以看到现在锅底基本上已经被熏黑了。看一下，已经被烧成了这样，太夸张了！天呐，我就烧一次水而已。
现在我们要把它恢复原样啊。像这种烧黑，你用洗洁精还有这种清洁球啊，根本就是擦不干净的。我可以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可以看到，基本上只能洗掉表面的一些，这些都是没办法洗掉的。下面我们上神器，神器就是这个五节粉加上这个，金刚砂，我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金刚砂我是觉得这种梯形的会好用一点，因为这边小小的可以洗一些比较缝隙的地方。Let me see you take it, take it. Let me see you hush, hush. Let me see you take it, take it. Wah. 好了，现在就已经基本上全部刷干净了，就跟新的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不锈钢的材质，像这个水槽现在沾上了，也可以直接用这个去洗。如果轻微的话，其实用这个就能洗掉。然后如果严重的话，就配合这个。像这个锅的话，也可以先用小苏打试，但是像刚才那样烧黑锅，小苏打或者柠檬酸那种是解决不了的，还有不锈钢清洁膏这些都是解决不了的，就配合这两个，就效果真的是就是最好的，因为我试过很多方法。但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啊！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还是要把燃气给调好才行，让燃气不要发出这种黄光，应该是可以调的。只是我这个燃气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调。然后大家如果需要的话，就这个反正就是绿伞的五节粉，一搜就能搜到。然后这个呢就是搜索金刚砂就可以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